李长寿和白泽的灵觉都在轻跳。白泽对李长寿金鹏云霄传声：“道谢，凶险。”李长寿淡定的点点头。乾坤尺在掌心转了几圈，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传声：“上古妖师不过如此。”鲲鹏的人形稍矮，四肢颇为壮实，双目如鹰隼，面容略刻薄。此时新伤旧伤交错，他浑身伤痕累累，但是气息依然无比惊人，毫无外强中干之象。你是何人？我太清二弟子，灵山座上宾，今日受准提圣人指点，特地来此地清扫余孽。余孽？鲲鹏双目燃起火焰。这混账灵山，上古妖庭崩溃，我为他们掠了多少妖族印记，让他们能控住大批妖族高手。李长寿故意露出恍然的神色。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打杀的那些西方教上古大妖，为何对西方教如此忠心？鲲鹏双眼一眯，冷然道：“哼，如今天地当真有趣，竟多了你这么一号人物，想必西方教的日子不好过吧？”李长寿却并未接话，与鲲鹏这种凶人对峙，自是打起12分精神，掌握谈话的主动权。今日你已经败了，用这般手段苟延残喘，似乎有损妖师威名。威名早已荡然无存，而今唯有残躯罢了。今日你放贫道离开，贫道自不会报复于你。不然，今日你让贫道走脱了，贫道定会让你体会体会什么是妖师之怒。上古人族惨剧，你便是主谋之一，今日断不能容你逃脱。对，洪荒所有坏事都是贫道做的，但你今日若要对贫道出手，贫道就引爆此物。你猜，是我请老师赐下太极图较快，还是你出手较快？此地已脱离天道之力的边界，圣人要来也非易事，更何况是将太极图送来。是吗？李长寿不由笑眯了眼，鲲鹏眉头一皱，满脸的忌惮。就在李长寿背后，一张太极图的虚影缓缓凝聚，先天至宝的气息荡漾开来，无序的混沌，仿佛多了鲜明的秩序。李长寿一身青袍，长发梳着流云发带，头顶悬浮着玄黄塔，左手掌握乾坤尺，背后漂浮着太极图。他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妖师应该许久没有观察过洪荒了吧？鲲鹏冷笑一声，目中光芒却不断的闪动，似乎是在疯狂的思索。李长寿缓声：“先介绍一下我自身，我是如今天庭2阶正神，玉帝陛下亲封太白金星，总领洪荒水势，天地神权加持，天道仙神，可先斩后奏。我还是太清老师的弟子，大法师的师弟，刚在紫霄宫中拜过了道祖师祖，被师祖委以执掌此次无量量劫之重任。”你背后太极图必是太极图分身。不错，这只是一部分太极图的威能。洪荒中知我喜欢如何行事者都知，我一贯求稳。对你说了这么多跟脚之事，定是为了转移你注意力。请出手吧，三师叔。背后突然显现出了凌厉的剑气，这鲲鹏面色发白，骇然转身看去，却见现仙剑自行斩出一剑，哪里有通天教主的身影？糟了，住！万物均衡。鲲鹏突然感觉自己倒去无比的虚弱，视线余光捕捉到了白泽那老山羊浑身涌起了滔天血气。几乎同一瞬间，在鲲鹏能够看到的一幅画面中，他拖着那颗圆球的手掌突然被一根细细的绳索割开，手掌手臂被直接切成了一段又一段，混元金斗自远处砸来，目标却是那一颗圆球。下一瞬，切断鲲鹏手掌手臂的细绳现出本体，
却是一只带着银白色细锁链的菱形梭子，此时正抵在他的额头，两缕阴阳气息自梭子飞出，封住了他的元神。穿心锁，混元金斗飞到，直接将那颗圆球扣住，陆神枪自背后穿插而来，毫不犹豫穿透鲲鹏胸口。背后是金鹏鸟那一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面容。你窃走母亲本源，害得母亲永远无法脱离不死火山。云霄的倩影出现在侧旁，现仙剑横举，抵在鲲鹏脖颈之上。李长寿身形轻轻摇晃，面色颇为苍白，有些嫌弃地看脸白泽。白先生，你道虚怎的这么弱？白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是瑞兽啊，瑞兽智谋起家，鲜少斗法，一般对贫道有敌意的都见不到贫道，这方面就生疏了。李长寿满头的黑线，差点就被大道反噬把我自己震昏过去。这妖师鲲鹏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奸诈嘛，这么容易就被我算计了。刚准备了3套方案，4项准备5点补充，完全不必登场吧。李长寿眨眨眼，皱眉思索，突然怀疑这可能是自己有点问题。与此同时，那碧游宫中，通天教主瞪着三角框中的画面，把自己已经迈出去的半条腿给收了回来，默默地关了刚才展开的乾坤缝隙。好家伙，连我也给骗了。刚刚长庚的神情让我以为长庚知道了我在注视这一幕。师尊，长庚跟师妹的事儿是不是缓缓？哦，为何？面对他们鲲鹏都这样了，师妹若是得了长庚相助，谁还遭得住啊？多宝道人悠悠一叹，看着手中刚炼制一半的护膝法宝，满目悲凉。通天教主笑道：鲲鹏毕竟是重伤之身嘛，而且长庚手中重宝当真太多了。多宝道人嘴角微微抽搐，一时之间完全不想表达什么观点。大师兄什么的，让了吧。上古妖师鲲鹏这么容易就被他们搞定了，该不会是个假的吧？为了方便辨别方位，李长寿一行原路回返，回到了被鲲鹏用脸撞破的山岳洞府。此地那些奇特的阵法大多还在运转，洞府内的环境还算稳定。在这混沌海内，有这般密地着实不易。此刻鲲鹏保持着人形，模样十分凄惨，被穿心锁贯穿身周各处要害，又被缚龙锁裹成了粽子。而李长寿还觉得有些不太放心，将本是守护元神的太极图威能全部都震到了鲲鹏的元神处。当然了，这些只是一些常规操作，兽终究是兽，还是多稳了一手。他又把某上流瑞兽安排到了鲲鹏侧旁端坐，白泽又被安排了。就这般，五花大绑，头顶悬着现仙剑的鲲鹏，重伤之后沦为了阶下囚。李长寿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能受鲲鹏的一拜，故金鹏镇着鲲鹏，要鲲鹏跪拜时，李长寿及时出声阻止。妖师鲲鹏虽然是极凶极恶，但终归是洪荒远古上古时的强者，不必这般羞辱。鲲鹏冷笑了一声，用阴冷的目光注视着李长寿，被切断的手臂还在滴着血，凶性依然未减。顺带一提，那一颗莫名其妙的圆球被李长寿珍藏了起来，底牌顺利加1。李长寿道：鲲鹏，今日你落入这般境地，全因我们几个人出手，我自不会让你活下去，有报复我们的机会。送你上路之前，我姑且称你一句前辈。前辈可还有什么话要说？鲲鹏冷冷一笑，很干脆地闭上双眼。白泽在旁叹道：水神大人，可否让我与他谈谈，也算是送他一程。李长寿缓缓点头，向后退了几步，与云霄对视一眼，各自目中流露出几分感慨。一代大能终究也只是这般。白泽盘坐在鲲鹏面前，从袖中拿出了一只玉壶，斟了2杯酒，将一杯放在鲲鹏身前。此时鲲鹏动弹都不能动弹，被金鹏在旁边踹了一脚，狼狈地坐倒在地，
却并未有丝毫愤怒的表情，只是冷眼看着金鹏鸟。哼，敢为人做计的废物！老师饶吾性命，救吾凤族族运，更是解吾心中迷惑，指点吾为何而生。做老师的坐骑，此生之荣。金鹏双目之中满是恨意。还请老师准许，稍后弟子要撕碎这鲲鹏元神，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自会让你报仇雪恨。金鹏莫要太过激动，让白先生与他叙叙旧吧。哼，叙旧？鲲鹏冷笑一声，旋即大笑。你们不过是畏惧贫道，惧怕贫道，想确定贫道是否还有后手。哈哈哈哈哈哈！这般惺惺作态的手段，早已是贫道上古时玩剩下的。李长寿笑了笑，并未多说，反而是将金鹏招来身前，问明凤族与鲲鹏的仇怨。让李长寿有些惊讶的是，鲲鹏竟然是史凤的义子。远古时，祖龙造就诸多龙子，龙族势力蓬勃发展。而作为追随盘古大战先天神魔的两大族之一的凤族，却并没有太多的子嗣诞生。史凤性情高傲，不愿与实力不如自己的先天生灵结合生子，于是走上了一条与龙族截然不同的扩族之路。成为我的儿子吧！听到金鹏说出这句话时，李长寿心底浮现出的画面，竟然是上辈子某个胡子雪白如弯刀般的老猛男。空了空心神，李长寿重新想象了一幅属于洪荒画风的画卷。在那明媚的阳光下，高傲美丽的史凤背着涅槃之火翼，对着前方跪伏的人影伸出自己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对方的头顶。在远古时，百鸟朝凤的典故并非是指凤凰一出百鸟跟随，而是不少飞禽大能被收入了凤族之中，接受了史凤的涅槃之血，蜕变成凤凰。远古时，鲲鹏就是史凤的义子，在凤族中并不算太显眼，是神鱼鲲化作的飞禽。但是随着龙凤大战，鲲鹏依靠着吞噬那些凤族战死者的本源之力迅速崛起，并在远古洪荒被打碎，龙凤麒麟族高手死伤殆尽时，自封为北海之王，雄踞北海之地，与凤族决裂。后来就成为了妖庭妖师。巫妖大战末，鲲鹏遭人族高手追杀，遁入混沌海中，暗中逃去不死火山，哄骗得了元凤的信任，又被刺夺走元凤部分本源之力。孔宣与金翅大鹏鸟离开不死火山闯荡三界，也有调查鲲鹏踪迹斩杀鲲鹏的计划，不过此时不必了。那若将鲲鹏炼化，是否还可以还原元凤本源之力？这个金鹏鸟仔细地想了想，此事确实未知，应当能寻回部分。你们不必多费心思了，昔日有胜追杀贫道，贫道重伤垂死时，已是将元凤的本源之力尽数用于填补伤势。金鹏勃然大怒，立刻就要杀鸟，被李长寿给拦了下来。白泽缓声：鲲鹏，念在你我曾在上古共事一场，今日我敬你一杯。鲲鹏默然无语，凝视着白泽，目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白泽笑道：你不必多费心思，今日你已是必死之局，也正如你所说，我们稳妥起见，确定要先断定你是否还有后手。混沌海中的日子怕是不好熬吧。人族有句俗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今你已是走投无路，不如与贫道多说几句。鲲鹏表情淡淡，似乎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经不太在意。侧旁李长寿暗中观察到了这一点，心底莫名地泛起了狐疑。鲲鹏的求生欲有些意外的弱呀。云霄传声：这妖师似乎与传闻中的妖师多有不同。不错。李长寿抱起胳膊传声回道：总觉得制服他的过程太简单了一些。
云霄便是传声时，嗓音也是轻轻柔柔，让人道心异常的舒适。其实并不简单，鲲鹏最棘手的便是他的急速，在混沌海中驰骋，久无敌手。金翅大鹏鸟本就已是世上难寻的洪荒异种，而你的均衡之道，更是远古上古闻所未闻的大道。鲲鹏本就是重伤残躯，又久居混沌海，一头撞到你这克星手中，有这般下场，是在情理之中。虽这般能够合理解释，但总归是有点不太对劲儿。李长寿微微摇头，凝视着鲲鹏此刻的表情。云霄在旁并未多打扰，为了让他能够专心思考，全心防备鲲鹏发难。此刻鲲鹏心防似是在逐步的崩溃，面对着白泽这个曾与他在金碧辉煌的妖庭大殿之中辩来论去的老相识，面容渐渐的灰暗，又略带自嘲的一笑，目中锐利的光芒渐渐褪去。李长寿眉头轻皱，我察觉不到什么问题。鲲鹏此时所表现出的状态，就是在混沌海中东躲西藏太久，自身有些自暴自弃。这完全说得通啊。看来最后还是你赢了，白泽，你又投奔了明主，